普京公开喊话泽连斯基，若准备好就来莫斯科献武。泽连斯基拒绝割让顿巴斯，这是送礼给普京。乌军多线告捷，前线歼灭俄装甲纵队，后方无人机连击17处能源设施。俄军战略轰炸机频频出事，3架图160接连故障，空袭计划被迫叫停。乌军重创俄军，扎波罗热 S-300被毁。俄军奇招，企图通过下水道潜入普军村。英国拟向乌克兰提供新型弹道导弹，丹麦协助生产火烈鸟。欧洲数万部队将部署乌克兰，提供全面安全保障。第1289天战报，乌军击溃俄装甲集群，反攻持续推进。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在最新的新闻发布会上，普京抛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从未排除过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可能性，但这会有意义吗？一句话瞬间引爆舆论。普京承认，理论上他不反对与泽连斯基面对面，但立刻话锋一转，质疑泽连斯基的合法性。普京称，按照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的5年任期早已到期，如今只不过是个代理政府首脑。他甚至点名强调，哪怕是泽连斯基的最高统帅权，也该随任期结束而移交给议长。换句话说，在普京眼中，泽连斯基已经没有资格与他平等对话。可话说到这里，普京又留下悬念，如果会谈准备充分，并可能带来积极成果，我也从未拒绝过。泽连斯基要是准备好了，就来莫斯科吧。这一邀请无疑带着强烈的政治意味，是真心求谈，还是变相下马威？与此同时，普京还谈及前线局势，语气更加强硬。他强调，俄罗斯军人和民众都坚定支持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并放出狠话，最好是和平解决，但如果不行，我们会用武力完成任务。所谓特别军事行动是俄政府和部分亲俄人士用于表示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官方术语。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普京话里又透出一丝转机。他声称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并暗示在美国现任政府的推动下，或许会出现某种突破，甚至还特别提到川普，称在其领导下的华盛顿展现出真诚的解决意愿。不过，普京同时否认了外界盛传的用领土换取乌克兰安全保障的问题，坚称自己从未提出、从未讨论过类似构想。一边否定泽连斯基的总统身份，一边又抛出会晤可能，一边释放和平信号，一边扬言武力解决。普京的表态既像是抛橄榄枝，又像是在设下陷阱。接下来，局势会迎来真正的谈判曙光，还是走向更猛烈的冲突？全世界都在屏息以待。尽管美国总统川普不断推动俄乌战场停火，但现实情况依然残酷，双方至今未能就停火协议达成共识，战火依旧笼罩乌克兰前线。在结束法国志愿联盟会议并与法国总统马克宏会面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与川普通话，希望借此争取更有利的停火条件与战后安全保障。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再次释放强硬信号，表示俄罗斯希望国际社会承认克里米亚及乌东4州的并入，并强调只有明确领土控制权，才能实现持久和平。然而，泽连斯基的回应同样坚定，他公开表态，乌克兰绝不会把顿巴斯割让给俄罗斯。他指出，战争已持续近4年，但俄军实际控制的顿巴斯土地还不到30%。如果此时主动放弃，那就是在给普京送礼。泽连斯基直言，如果乌克兰军队撤出顿巴斯，没有人能保证普京不会继续向西推进。比起停火，普京更渴望完全占领乌克兰。他希望把乌克兰人逼到军队火力之外，让他们自生自灭。面对泽连斯基的强硬立场，普京则提出邀请，欢迎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就全面停火进行面对面谈判。他声称，我不会排除会晤的可能性，如果他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来莫斯科。然而，白俄罗斯媒体 Nextai 对此评价尖锐，认为普京此举更像是一种嘲讽，让被侵略者到侵略者的首都谈判，不是善意，
而是把狡诈包装成外交姿态。停火仍遥遥无期，泽连斯基则把目光投向欧洲的安全承诺。他在巴黎与马克宏会面时参与了志愿联盟的讨论。马克宏会后表示，只要乌克兰实现战场停火，联盟就能立即派遣安全部队提供保障。但泽连斯基依旧谨慎，他坦言联盟的计划更像是纸上谈兵，虽然我相信他能提供安全保障，但细节仍需更深入的讨论。除了欧洲，他还计划直接与川普通话。根据福斯新闻报道，一位匿名白宫官员透露，川普将在当地时间4日与泽连斯基进行对话，重点围绕停火及战后安全保障展开。乌军近期捷报频传，多线战场均传来显著战果。第65摩托化步兵旅利用 MTLB 装甲运兵车与一辆坦克，在前线成功伏击并全歼一支俄军装甲部队，击毁7件重型装备，造成超过30名俄军阵亡。与此同时，乌军在莱曼方向展开夜间无人机袭击行动，大量俄军装甲车辆与防御工事在黑暗中被摧毁。最新画面显示，其防线受到严重削弱。除前线交战外，乌方在纵深打击上同样频繁得手。乌克兰第14团与 Graf 大队在8月对俄罗斯能源体系发动连续无人机攻势，仅1个月内便重创17处主要炼油与燃料设施，从梁赞、阿菲普斯基到塞兹兰、克拉斯诺达尔多地均在打击范围之内。乌方讽刺指出，俄罗斯燃料如今成了最危险的负担。战场之外也传出异常情报，库皮扬斯克方向的俄军更因肉搏式进攻付出惨痛代价。一名俄籍特别军事行动老兵爆料称，其所在的179人编制仅剩17人幸存。该人是现为国会议员助理及特别军事行动老兵协会协调员，其言论再次揭示俄军在高强度攻势中的沈重伤亡。在黑海方向，乌克兰无人机持续展现优势。最新影片显示，乌军 Bayraktar TB2 无人机成功锁定俄军一艘在赫尔松州 Tundra 沙嘴登陆的船只，并以 MAM-L 精确制导炸弹将其击沉。乌军同时强调，近期俄方在黑海西北的防空体系损失惨重，这为无人机活动创造了更大作战空间。不过，战况的焦灼并未让俄罗斯退缩。美国战争研究所 ISW 警告称，俄方正筹划在今年秋季发动大规模攻势，其战略目标直指全面夺取顿涅茨克州。有迹象显示，俄军已将精锐海军陆战队与空降部队自苏梅与赫尔松方向抽调至顿巴斯，意图集结兵力向波克罗夫斯克与多布罗皮利亚方向推进，试图自西侧突破乌军防御，形成对顿涅茨克的新一轮合围压力。尽管俄罗斯依旧频繁对乌克兰城市发动轰炸，但其战机出动的次数已经明显下降。就在9月3日，俄军3架图160战略轰炸机接连遭遇重大事故。据军事频道 Dosishpena 披露，当地时间9月3日晚，俄方原计划从恩格斯基地出动3架图160执行空袭任务。然而，短短数小时内状况频发，第一架因系统严重故障，未能成功发射 X-101巡航导弹，任务被迫终止。第二架在升空途中遭遇雷击，驾驶舱受损后紧急返航。至于第三架，更是连跑道都莫能离开，直接在地面报废了整个行动。最终，这3架图160无意完成任务，整场空袭彻底取消。如此高的故障率令人啧舌，难怪乌克兰在蛛网行动中并未将图-160列为主要打击目标。显然，基辅早已掌握情报，深知这种轰炸机隐患重重，因此将火力转向其他机型。不仅是图160，俄军其他型号的军机也事故频发。就在相关消息传出不久后，一架伊尔76运输机又在克拉斯诺达尔紧急迫降。俄方解释称是发动机故障所致，并否认遭遇袭击或电子战干扰。相比之下，乌克兰方面虽然同样大量使用苏联遗留的机型，但多数已经在西方的协助下完成升级。以米格29为例，如今已能挂载法国或美国提供的精确制导炸弹，并频繁出现在前线。
基辅还计划让其兼容国产导弹，进一步提升作战能力。此外，乌克兰的 Me-24武装直升机也完成了现代化改造。视频显示，它在前线向俄军阵地连续倾泻9头蛇火箭弹，火力密集。西方资本正不断注入乌克兰军工体系，加快武器研发与军援效率。西方援助的先进战机也已与乌军原有机队协同作战。例如，法国幻影2000战机就曾在战场高调亮相。随着乌克兰导弹产能的持续提升，乌军空军出击次数预计将进一步增加。如今的战场态势显示，制空权的天平已在悄然发生转变。南部战场再度传来捷报，乌军近日在扎波罗热方向成功摧毁了俄军的 S-300防空系统，并在此前的空袭中重创俄军指挥部，造成大量军官伤亡。据诺尔报告披露，当地时间9月3日清晨，乌军在扎波罗热的 Oleksiyevka 地区展开突袭。作战中，乌克兰出动重型无人机轰炸机，率先锁定并击毁了一套俄军 S-300防空系统。从战场画面可见，该发射器被彻底摧毁，现场传出连环爆炸声，显然防空导弹库也被引燃。紧接着，俄军的 Buk 防空系统 9S36 雷达也遭遇打击，瞬间爆发出猛烈火光，彻底报废。这两款昂贵的俄制防空装备在无人机面前不堪一击，再次凸显低成本无人机对高价值防空系统的压制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这已是近期俄军第3套被击毁的 S-300，而此前连更先进的 S-400系统也未能幸免。在此之前，乌军特种部队与游击武装还在扎波罗热金斯基罗兹多里地区实施联合打击，目标直指俄军前沿指挥所。据乌克兰总参报告，此役共造成17名俄军军官和1名士兵丧生。该指挥所原本用于协调俄军在扎波罗热方向的攻势，但行动尚未展开，就已被乌军轰炸摧毁。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公布了8月份对俄能源设施的打击战果，阿菲普斯基、塞斯兰炼油厂以及有益输油管道均遭受至少2次袭击。整个8月，乌军共发动17次大规模打击，迫使俄罗斯 24.2% 的炼油产能停摆，部分油厂至今仍未恢复运转。西方的经济制裁也在同步加码。欧盟外交负责人卡拉斯直言，俄罗斯参加此前的美俄峰会，目的正是拖延美国新一轮制裁。而欧洲方面则准备推出更大规模的措施，以进一步打击莫斯科的能源体系。前线突发报道，俄军试图通过下水道渗透红军村。前线俄军拍摄的视频显示，士兵们匍匐在下水管道中，企图对村庄发动破坏行动。画面中，一名俄军士兵甚至向镜头比出了一个6字手势，似乎毫不知情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危险。这并非俄军首次使用下水道进行偷袭，此前在库尔斯克，他们也曾动用类似手段，但当时乌军通过封堵管道或投掷易燃物予以重击，经验已被积累。尽管如此，乌军仍需保持高度警惕，因为随着正面进攻受挫，俄方可能会继续采用更多非常规手段。红军村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目前仍在激烈交火中。乌克兰第25空降旅近期发现一支俄军突击小队，随即利用 FPV 无人机将其清除。这些突击队很可能是为管道中的俄军提供掩护和策应。航拍画面显示，红军村原本美丽的小镇已几乎被战火摧毁，但它仍是乌东战局的关键枢纽，预计乌军将继续对该地发起反攻。与此同时，在顿涅茨克乌格列戈尔斯克地区，乌军成功袭击了俄军油罐车，无人机精准引爆车辆，引发大火，黑烟滚滚，远处均可清晰看到。俄本土罗斯托夫地区昨夜也连续遭到2次袭击。首先，乌克兰安全局特种部队攻击了库杰尼科沃火车站，破坏了俄军电网，导致交通中断。随后，无人机空袭了俄方2个耳机雷达站。NASA 的卫星图显示，3处地点同时起火，这表明乌军正打击俄罗斯南部铁路与防空雷达设施，为后续更大规模行动铺路，同时也将对前线战局产生直接影响。
红军村及周边区域的战斗仍在继续，乌军正积极利用无人机与特种部队协同作战，试图夺取战略主动权。乌克兰在远程打击能力上持续取得突破，武器库正不断增加新型利器。最新消息显示，英国计划向基辅转让夜幕 Nightfall 弹道导弹。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3日，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访问基辅时公开表示，伦敦考虑在该导弹研发完成后立即将其交付乌军。Nightfall 射程虽仅600公里，但可携带300公斤弹头，非常适合中程打击。按照乌克兰的军工能力，这一弹头有潜力进行威力升级，甚至覆盖莫斯科地区。事实上，乌军现有远程导弹，包括国产 Trambita 弹道导弹，已可覆盖俄首都范围。与此同时，基辅还公布了新型导弹无人机 Pelianisaya 的性能数据。该无人机射程突破650公里，可携带100公斤弹头，飞行高度可达500米，速度约900公里小时。尽管名为无人机，其实更像是远程导弹，可用于精确打击。此外，约翰·希利确认，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已划拨13亿美元援助乌克兰，可用于购买弹药、防空设备等军事物资，相当于用俄罗斯的钱反击俄军。而近期最受关注的当属乌克兰的火烈鸟远程导弹。根据最新信息，丹麦将协助乌方生产固体火箭燃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北欧波罗的海8国峰会上确认，乌军将与合作伙伴加大武器投资力度。专门研发火烈鸟的乌克兰军工企业 Firepoint 表示，已在丹麦启动燃料生产，这是首家在海外设厂的乌克兰国防公司。随着火烈鸟产量翻番，战局或将迎来新的变化。欧洲向乌克兰派兵的计划迎来关键突破，预计部署规模将达到数万。最新消息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已做好充分准备，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据彭博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巴黎参加自愿联盟峰会，马克龙在爱丽舍宫接待了他。马克龙公开表示，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后，欧洲将向基辅提供驻军，保障乌克兰安全。随后，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将赴巴黎参加峰会。该自愿联盟由英法主导，专门用于战后向乌克兰驻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欧洲已制定详细方案，将向乌克兰部署数万驻军，美国则在指挥、情报和空中支援方面提供配合。德国方面也表态可能参与，但更关注当前向乌克兰提供强有力军援。德国总理梅尔茨指出，俄乌和平协议或停火仍遥遥无期。柏林计划每年向基辅增加20%的防空支持，并在武装4个机械化步兵旅，相当于提供480辆装甲车。对基辅而言，首要任务仍是获得更多军事援助，提高整体防御能力。同时，欧洲也感受到了日益增长的安全压力。近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和夫人在返回维尔纽斯机场途中遭遇不明无人机威胁，尽管最终被排除危险，但类似事件已发生2起。此前，冯德莱恩从波兰飞往保加利亚时也曾遭遇无人机干扰。欧洲指责这些事件源自俄方。总的来看，欧盟与莫斯科的对峙正愈加公开化。保护乌克兰不仅是为了基辅自身安全，也是在防护欧洲自身的战略利益。2025年9月4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289天，战场局势持续紧张，乌军在多个方向发起攻势，俄军则陷入防守和撤退。别尔哥罗德地区，乌军空袭诺沃佩特里夫卡的俄军指挥所，打击俄军指挥体系。库尔斯克地区，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并巩固以夺取区域。苏梅方向，乌军持续反击，进一步压缩俄军阵地。波克罗夫斯克多布罗皮利亚方向，突进的俄军被包围。乌军缓慢推进塔布罗夫卡方向，试图完全封锁突出部俄军。乌军第425突击团士兵伪装成俄军，在博伊科夫卡近距离击毙2名俄军，灰色地带显著扩大。
俄军正从该区域撤退。若撤退不及时，可能面临全军包围。乌克兰第聂伯罗战略司令部表示，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发动超过10个月的猛攻，损失多达6万名士兵。目前，俄军再次集结10万兵力，计划发动秋冬攻势，但可能造成更大损失。奥里西夫方向，乌军第65旅击溃一支由 MPLB、APC 和坦克组成的俄军装甲机群。俄军尚未抵达乌军阵地即被全歼，损失7辆装甲车和30多名士兵。从苏梅到扎波罗热，乌军通过拉锯战和消耗战大幅削弱俄军有生力量，同时伺机发起小规模反击。虽然这些反击类似游击行动，但效果显著，已让俄军在多个战线疲惫不堪。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